这录没录啊录了录了。？OK，好，行，那我们今天的 Community Call 就开始了。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哈，非常高兴能够主持这个第一次的这个中文的Evo Agent X 的中文的这个开发者社区分享会。然后我是刘思威，我是这个 Evo Agent X 的核心开发者之一。今天我来给大家，2周之前吧，2周之前也是这个时间，我们搞了一个英文的 community call，当时讨论还挺多的，大家对我们这套框架也非常感兴趣，然后也有很多建议，包括一些这个 issues 吧。呃，然后我们注意到这个开发者里边大部分呃都是中国人，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还是要呃以这种2周1次的这个形式去搞一个这个中文的这个分享会。因为毕竟有一些现在这个 agent 的这个应用嘛，发展的非常快，所以我们这个呃虽然说是一个偏学术的，但是很多开发者不一定说是搞学术的，可能他是想做一些自己基于我们这些平台做一些有意思的应用，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和支持的。那么如果说开发者大部分都是中国人的话，我觉得是有必要去搞这个中文的这个分享会的。然后大家如果对第一次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 community call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昨天我已经把这个 community call 的这个 YouTube 还有哔哩哔哩的这个链接是直接做了一个合集，把这个第一次的这个 community call 已经放进去了。之前就已经放进去了，但是有些朋友是最近刚进群的，所以可能没有看到之前的消息。现在的话，你直接在我们这个项目的主页这个 README 里边，就可以直接点进去我们的 YouTube 账号和这个哔哩哔哩的账号，去看到这个我们之前发送的所有视频。行，那我就开始今天的这个分享会，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多提意见吧。我们现在这个核心的团队开发人员也不是说特别的多，好多人还是这个兼职在开发，所以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本意，这个开发者这个分享会的本意就是希望能够聚集更多的这个对agent 还有自进化感兴趣的朋友去一起贡献、一起开发，这样才能把这个社区做大。今天讨论的议题比较简单，在第一次的这个 community call 里边，我们已经把这个我们 Evo Next 的 milestone 还有这些愿景全都给大家阐述了一遍，所以这一次我们就不啰嗦不说那么宏大的一些东西了，我们就直接讨论一些具体的东西。首先是简单列一下，就是这2周之内已经解决的一些 issues，然后就是一些这2周之内我们这个核心开发团队新上线的一些功能，然后欢迎大家对我们这个进行提问。如果你们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了什么问题，然后对，可以直接在这个会议里边，我会直接艾特这个开发这个功能的人，我们可以一起探讨一下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是我昨天从这个 closed issue 这个列表里边去找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一些是呃，就是可能是其他开发者他因为自己没装包没装好，导致的一些问题，这个我就不放在里边，对大家可能没有太大的借鉴的意义。首先就是有人提问，就是关于这个 agent 自我进化的这个事例。这个你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GitHub 的这个 README 里边有一个 tutorial 这一栏，tutorial 里边去最底下的我记得应该是最底下的2个是有一个 text grid，呃还有是 Aflow 的这个进化的这个 tutorial，你可以直接点进去看我们呃这两这两个进化算法的案例。其次是一些包的冲突吧，Python 里有一个自带的包是 Math，然后我们 Benchmark 这个数据集里边也有一个
数据集也是叫 math，他们产生了一些冲突，这个我们已经解决了。然后就是有人提问，就是关于这个阿里的一些模型没有放到我们这个框架底下。我们目前是基于这个 OpenRouter 还有 LiteLM 这两个框架去支持更多的模型，因为现在大模型的厂商也比较多，然后它的这个各种，比如说 GPT 刚出的这个 GPT 3.5，它调用的方式和现在可能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为了避免这种重复要去改东西，我们就省事儿直接把这个 OpenRouter 还有 LiteLM 这两个是比较全面的两个这个可以调用大模型的这个平台，直接通过它们，直接通过这两个平台去调用，然后我们也是把阿里云这个模型给它加进去了，但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抽成，所以如果你自己说有这个 Cloud 或者 OpenAI 的 key 的话，你也可以自己直接在这个 environment 文件里边去对这个 key 进行定义，然后去调用。然后还有一些就是validation error of code review action，这个我们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去 closed issue 里边去找警员对这个 issue 进行了回答。然后 missing error handling 这个是因为这个我记得是因为有的时候在运行这个 workflow 生成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比如说你中间网络断了，或者是怎么样，它可能会直接卡在那，没有任何报错，也不显示结束这样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对这一部分有可能出现的这种问题进行一个处理，预设了一些这个 error handling 的这个 function，去让它能够，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它可能会直接跳出，或者说它再重新去跑一遍。然后54是本地模型支持，这个是有一些，因为它这个生成 workflow 以及对，比如说在一个 benchmark 数据集上对 workflow 进行净化，这个很可能会消耗你很多很多的 token。那么如果说你是有资源进行本地模型部署的话，那你可以用我们新增的这个本地模型支持的这样一个模块，去把你这个里边，比如说你自己定义一个 workflow，那你可以把这里边的 agent 全都是用你本地的模型去跑，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避免这个 API 这个费用的消耗。当然，本地模型你在运行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一样的错误，因为如果你使用的本地模型比较小的话，它这种小模型几 B 的这种小模型，它 follow instruction 的这样一个功能它是有限的。它如果你的 prompt 比较长的话，它很可能说会导致你这个 workflow 在执行过程中前后这个输入输出不匹配，导致一些其他的报错。这个可能是在如果你用 EVGNX 用本地模型去跑的话，需要注意的一些点。然后就是我们第一个新增的功能，就是 Human in the Loop。为什么要增加这个功能呢？就是 Human in the Loop，就是说，我现在假设我搭了一套这个 workflow 这个 pipeline，那因为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输出，它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随机性的，并不是说我按照我脑海里想的这个流水，这个比如说一个工厂的流水线，它是怎么样的，我把这个谁安排在哪个位置，谁安排在另外一个位置，它就可以以非常高的效率或者非常高的准确性去进行执行。有的时候如果涉及到一些比较隐私或者比较安全相关的一些功能的话，那可能你需要一些人工的校验。这个 human in the loop 就是说我在这个workflow 里边，这个 workflow 里边可能有好多个节点，那么我在这个节点，这个所有节点当中，在一些比如说我觉得这一步需要审查这个大模型，或者是前续的这些好几个 node 生成的这个结果的时候，
我可能说我需要人工干预一下，那么这个就需要，因为在 workflow 生成的时候，它是不会，目前是不会自动生成这个需要人工干预的节点的，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方面进行一些探索吧。涉及到的相关文件都已经列在这里边了，我给大家直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这个代码好了。是不是要共享一个新的屏幕啊？新的共享。哎，大家能看到我这个代码吗可以可以。？OK OK OK。OK，稍等，先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代码的逻辑哈，就是这个目前是一个比较属于一个 toy example 吧，就是你可以基于我们这个 example 去进行一些你自己的开发，这个 example 里边显示的是一个案例，就是它会去，它这个 workflow 里边是有3个节点，一个节点就是这个，直接看下面这个好了。这个 data extraction agent，一个是 data send agent。哎，data sending agent。他想展示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说你通过大模型对一些信息进行总结，然后你想把这个总结的东西以一个邮件的形式发送给别人，那么这样子你可能说，因为这个邮件你是要发送给别人的，你一定要确保这个邮件的这个质量，所以我们就引入这个 human in the loop 这个概念，在这个 example 里边，就是说在发送之前，它会申请这个 human 就是人类的这样一个验证，给大家展示一下。当然，我们这个发送邮件的这个，它只是一个虚拟的动作，并不是真的就把一个邮件发出去了。然后这个信息呢，这个信息也是现成的一条信息，我记得是对，这是 data source，就是直接跳过了这个大模型对信息进行总结，反正最终它发送的是一些这个文字的这样一些信息，所以就把这一步给它跳过了。也就是说，大模型获得这些信息以后，它在发送这个 extracted data。他在发送邮件之前，他会申请这个 approve 或者是 reject。你可以说我选这个 approve，那么他就会告诉你这个邮件已经被发送给这个用户了。同时，如果说你发现它这个 extracted data 它是有些异常的，那你也可以选择在这边选择这个 reject，写 reason，比如说information incorrect，那它就会直接结束这个进程。这个是一个比较 toy 的 example。看一下，我直接共享桌面好了。对，刚刚给大家演示了这个 human in the loop 一个发邮件的这样一个案例。
然后不过呢，在刚这个案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它只是一个相当于给你一个选择题吧，相当于是一个预设的一个逻辑，对它进行判断，要么就是 approve，要么就是 reject。这个还是比较早期吧，在这个我们预设的这个一个场景下面，我们需要的是 human in the loop，应该是它能够它能够接受这个人类的这个文字输入，就是说呃，比如说你写了一段代码，然后这个代码可能要被发送给某某人，或者说这个代码要被拿去执行，在执行之前，它需要人类进所以你行。那个屏幕共享好像关了。嗯，现在能看到吗现在可以。？OK，对，然后就是比如说这段代码需要人类的一个验证，那么有可能这个人类的这个回答不一定说是 reject、approve 这种二选一的这个回答，有可能说他会提供一些 comments，说比如说他看完这段代码，他对这个代码不满意，那他有可能说我对某某方面不满意，它是一个文本的输出，它是一个文本的输入，然后这个输入可能会返回给前面的一些 node，对这个代码进行重新的生成。最终理想的这个环境下，大概是这么样一个能够实现这么样一个功能。然后就是目前的话，我们这个 workflow generation 这一块还没有说它能够自动去把这个 human loop 这种节点给它添加到这个 workflow 里边。那么这个也是将来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过这个一句话输入，能够这个 EvoGNX 能够在生成 workflow 的时候，它能够自动去添加一个 human 的这个节点。然后就是一个记忆的模块，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 rag 的系统。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这个文件，然后我们是添加了一个这个 rag engine，这个模块是一个，它基本上就是基于一些对话或者说一些数据，不管是文档也好，或者是这个 QA 的历史也好，它会对这个过去的这些历史进行 embedding，比如说我们用这个 OpenAI 的这个呃文本 embedding 的这个模型，把这些历史做成 embedding，那么之后在这个就相当于是这个 agent 独它独有的一个记忆。那么如果在之后它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它可能会在这个记忆池里边进行一个检索，然后把这个，然后把这个相关的这个历史的信息给它调出来，然后去进行一些更好的回答吧。我们这里又有一个 example 是用这个是用了一个 Hotpot QA 的这个数据集做的一个 example。Hotpot QA 里边是一些这个对话的历史。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ARM 它是有上下文的限制的，特别是说你如果是你用这个 desktop app 或者说网页的 app 的话，它还好，它会以某种方式把你这个对话历史它不断的累加嘛。当然这个累加也是有限度的，但是特别是我们在使用这个 API 去 build application 的时候，它是没有这个上下文历史的，所以我们要想说，如果你这个 agent 它是想要让它做到更精准，或者说更加 personalization 的话，它一定是要有记忆的。那么我们在以这个为一个例子，就是把这个对话的历史给它做成 embedding，然后用这个 fairs 对它进行一个检索。当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它会首先看看。
它会建立一个数据库，然后用这个Fairs 这个模型去对这个数据库里边根据这个现在的这个问题对过去的这个历史进行一些检索，比如说我们选择20条或者说10条最相关的这个对话历史，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对话历史加到这个接下来这个 generation 的过程当中。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如果用20个 sample 作为这个结果的话，有一些这些 performance，大家可以去看到。这个目前也是一个刚实现的一个模块，它还没有被加到这个 workflow 的这个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接下来是一个即插即用的这样一个功能，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不一定说是基于这个 Evo Agent X 去进行这个 workflow 的生成，或者说是 workflow 的构造。那么这就意味着，你如果说我想用 Evo Agent X 集成的一些算法或者其他的算法的话，进行对这个 workflow 进行改进的话，这个还是比较麻烦的。那么我们现在做了一个这个即插即用的这样一个功能，它的初衷就是说，我不论你是比如说 LangGraph 这个包是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除了 DeFi 和 Coats 这种基于这个 UI 手工去搭建的这个搭建 workflow 的这样一个平台以外，如果是代码去写 workflow 的话，这个 LangGraph 大家是用的比较多的，Tasda 也比较多。那么我们就是以 LangGraph 作为一个 example，看看我们实现了我们这个框架能够直接对这个 LangGraph 构建的这个 workflow 进行一个优化。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个代码。这个 example 现在已经合并到这个 main 分支了，大家可以自己去跑一下，我这边就不跑了，因为跑完这个可能得半个小时。这个 math plug and play 这是一个基础的，就是基于 Evo Agent X 的 agent 进行进化的这么一个 MiPro 的这样一个功能。然后这个 math LangGraph plug and play， 它这个就是基于 LangGraph 构建的 agent 对这个 agent 进行进化。然后目前的这个即插即用的功能，它是我们只是实现了这个MiPro 的这个进化的算法，TextGrid 还有这些Aflow 这些算法，目前还不支持这个即插即用的功能。然后 MiPro 的这个是这篇论文，我可以发到 Chat 里面。嗯，天。对，简单说一下这个算法的话，它就是一个 training free 的这样一个算法，它是可以根据你，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这个例子里边，我们用的是这个 Math 这个数据集，它会说 sample 一些问题进行这个训练，当然这个训练和普通的这个 deep learning 的训练是不一样的，它不涉及到这个调整这个底层大模型的参数，它只是涉及到优化它的 prompt，比如说它sample 一部分这个 math 这个题目对这个进行一些输出，输出完了之后，它根据这个输出完的结果，哪些问题它回答的好，哪些问题它回答的不好，进行一些判断，然后改进它的 prompt，来达到说在后面遇到的这个testing set 上面，它能够有更好的结果，大概是这么一回事。这个 MiPro 算法它是不涉及到这个 workflow 的这个结构的优化的，它是只有这个 prompt 的优化，所以它是可以直接用在这个，它是
可以直接用在这个 LangGraph 这样一个这个包的构建的这个 workflow 上面的。然后大家可以去跑一下，然后有一些参数是可以调的。当然这个算法也不是我们提出的，它会有一些随机性。我们目前跑出来在这个 Math 数据集上最优的结果是72%。大家再通过调一些参数，有可能会继续优化这个结果，也有可能会比这个结果要稍微低一点。我们目前的这个 example 为了保证这个跑的速度，它会有这个 MiPro 它是有一些这个搜索空间的，所以如果说把这个搜索空间开的很大的话，它可能会要跑很久。所以我们目前这个 example 里边我们为了快速的测试，把它的这个搜索空间限制的比较小的，所以大家在使用这个即插即用功能的时候，可以对这些参数进行一些调整。一会儿我会把这个需要调的参数发在这个chat 里边。然后这个本地模型部署，倒没有太多要说的，就是基于这个 LittleLM，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本地的大模型下到你自己的参数下到你自己的电脑上，然后因为这个 LittleLM 我们之前就是已经集成了，你就可以直接通过 LittleLM 去调用你这个已经下载参数的这个本地大模型。这个我也就不跑了，我这台电脑上没有保存这个模型的参数。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项目开发的这个核心团队，蒙在桥、我还有景元，在第一次这个我们已经介绍过了，然后我们这次是单独说一下每个人是负责哪个模块的。俊华是负责这个我们的 MCP 模块的，韦恩、孝阳还有新浩负责这个自进化的算法，然后蔡子健负责这个 agent 的记忆模块，然后生成的模块，然后这个 human in the loop 的这个负责人。列这个表就是说，如果你对某一个模块特别感兴趣，你想 contribute，或者说你有一些疑问的话，你当然可以直接提 issues，或者在群里发消息，也可以直接联系这个模块的这个负责人。负责人的所有人的联系方式都可以在 GitHub 上面找到。你可以到 GitHub 里边点击 Project，在 EvoAgentX 这个里边点击那个 Project，在 Project 里边你可以看到这个 Developer Team Introduction 这样一栏，然后你可以看到每个人的这个基本信息以及他的联系方式，然后欢迎大家发邮件骚扰。OK。然后回顾一下我们这个 EVO 现在接下来的这个开发目标。首先，我们要强化我们这个 MCP 的模块，我们会添加更多的这个 MCP tools，并且希望可以基于这些工具发展一些实用的 workflow 的这个案例。其次就是刚刚我提到的这个agent 还有 workflow 的这个记忆的功能，目前这个功能是可以有一些基础的这个框架是有的，但是还没有进行一些完善。我们希望给这个 agent 赋予长期还有短期的记忆功能，给这个 workflow，因为在这个 workflow 在执行的过程中，它每一个 agent 它都有自己的记忆。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 workflow？它作为一个集体，它的这个群体记忆，这个记忆有可能也是可以让 workflow 进行更好的进化的。然后就是目前这个我们平台的这个进化的算法还不是很多，我们接下来会添加一些新的算法，比如说 Math，然后最近比较火的这个 AlphaEvolve，然后还有之前一些做的比较早的比较 solid 的一些工作 EvoPrompt 还有 Prompt Agent。最后就是应大家的要求，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可以实现一个就是那种一键部署的这个可视化的界面，方便大家去使用和部署吧。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如果大家想参与这个 EvoAgentX 的开发的话，你可以直接去我们的这个 GitHub 里边有一个 Contributing MD，
MD 文件里边可以看到全部的这个关于开发的流程的指南。然后你如果说你对我们，假如说你是刚加进群里边，或者是刚关注到我们项目的，你对我们接下来想要做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我们想要实现的一些愿景，有一些疑问，或者你想知道更多细节的话，你可以在 README 里边查看我们项目的长期规划，还有这个我们现在是把这个 Evolutions 的这个作为一个项目来管理，你们可以去 Project 里边看到当前出现的 issues、解决的 issues，然后 To Dos，然后还有这个正在开发的一些功能，以及已经开发完，然后已经提交代码，代码正在进行 review 的这些功能都可以看到。这样子我们可以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的这个开发流程都是比较透明的。这样也可以避免说你打算实现一个算法，然后实现到一半或者快实现完了，发现这个算法已经被别人实现了。只要你长期去关注这个 project 里边的信息，应该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然后项目开发的流程的话，比如如果你对某方面感兴趣，你可以联系就是刚我在 PPT 里边放的这个方向的负责人，然后可以跟他约会议，讨论开发的需求，然后你创建自己的分支开始开发，然后你加入我们这个 community call，可以讨论一下，比如说你开发了某个功能，然后你对某方面还有疑问，或者说你对的这个代码规范还不是很了解，你可以在 community call 里边跟我们讨论。最后就是提交代码，然后申请，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对社区开发者的代码进行审核。OK，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或者说在这个开发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对，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关于刚刚思维说那个开发的那个补充吧，就是我们之后是计划就是每一个，因为现在就是每一个方向都有专门的人去负责嘛，然后我们现在其实每周都会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开发的一个讨论，到时候我们每个项目的一个讨论的那个链接可能也会就是会公开，然后就大家到时候对某个功能比较感兴趣，然后到时候想参与进来一起讨论的话，也可以直接点击那个会议就直接点击那个链接就直接参会嘛。嗯，我记得好多人联系我，这个想贡献哪个算法来着？哦，对，Evil Prompt 和 Prompt Agent，不知道不知道在不在这个会议里边啊？我记得这两个算法好像是有一些社区的这个开发者希望贡献这两个算法的，可能不在这个会议里边哈。我们不然把这个，我们不然把这几个功能的这个打算实现的愿景吧，给大家分享一下，或者说我们直接让这个相关的负责人上来说一下好了。Human in the Loop，松涛在这个会议里面吗？我在的，我在的。
然后我身 OK，边比较吵。对，你能不能稍微然说一下？后啊，好的。刚刚跟景元又讨论了一下，所以说现在那个将实现的一个功能就是，因为现在它只是以节点的形式存在的嘛，就是说，我们只能去审查每个节点的输出，然后，就是判断它是否能通过。然后它现在可以是节点执行前和节点执行后，对。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正在开发的功能就是，可能在某个节点上，所有的字段，就数据字段都需要人类用户去输入。对，然后这是一个已经写完但还没有测试的功能。对，也下一周估计早些时候应该也会，就是也会实现合并。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现在还有一个考虑的就是，现在那个 workflow 它在生成的时候，因为现在能实现 human loop 的这个功能需要我们自己去定义。就俗话来讲，就是我们要去首推所有的节点的这个布局。所以说，现在未来还有一个想要实现功能，就是在那个 workflow 自动生成的时候，也能指定这个 human loop 的节点。但是这个方面它需要，因为现在我们那个就是 workflow generation 它也在开发中，并且现在有个重要功能就是那个工具，就是在生成 workflow 的时候要添加工具进去，对。然后因为有工具的话，可能就会涉及到某些节点，就是跟这个需要人类去审批啊之类的，所以说这个地方也需要等待workflow 的生成的一部分，就是逻辑比较完善了之后，再去考虑后续的这个 human in the loop 的开发。对，现在大致的情况是这个样子。OK，目前我们还是不能在这个 workflow generation 的时候就有这种节点是吧？喂，静音了好像。景元，我们现在这个 generation 的时候，它是不能生成这种 human in the loop 的节点的是吧？对，就因为现在这个自动生成的话，它那个给的 prompt 是让它生成一个能够完整的去完成这个任务的一个工作流，所以它不会考虑这个就是人工介入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后续的一个规划是先让那个 LM 手动就不自动生成一个可以 work 的一个工作流，然后用户不是可以审查这个工作流嘛？到时候他可以看看哪个环节需要去插入这样的一个 human in the loop 的一个功能，到时候再手动插入就可以了。OK，就相当于是你在生成 workflow 以后，它会去让用户去自己去判断在哪个地方需要插入一个这个人工审核的这个节点是吧？对，就比如说你在这个 workflow 里面可能有某个环节或某个流程比较重要，这个是必须这个环节的一个准确度会影响到整一个 workflow 的一个性能的话，那么这个针对这一块，无论是安全性也好，准确性也好，如果用户考虑到需要做一个检查的话，或者是一个 debug 也好，到时候就可以手动插，会更加灵活一点。会相对上来说，就是你让这个 LM 自己在整个 workflow 里面插会更加灵活。嗯，OK，那这个子健在吗？哦，在的，在的。你能不能说一下这个目前这个记忆模块，怎么去用吧？记忆模块的话，因为现在整个代码这边它没有集成这个就是长期记忆的一个 agent，等到这边的记忆模块开发完毕之后，会再单独的搭建一个 agent，是可以用这么一个呃长期记忆的。就它长期记忆的话，里面可能会包含两个部分嘛，因为 Rag Engine 这边其实也能读一些原本的知识库的内容。所以其实这个长期记忆的话，它既可以来自于你现实中
就自己的那些知识嘛，知识文档，然后进行导入之后，给 agent 进行回答，亦或者是说，agent 在跟你做任务的交互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嗯。嗯嗯，然后后期会实现多一个 agent 可以使用这么一个 long-term memory 的。对，相当于是我们现在是有一个 engine，然后它可以对知识库或者说对话历史进行一个构建 embedding，然后拥有了这个检索的功能，只不过它还没有跟这个 agent 进行一个匹配，是吧啊，对的对的。？OK，星号在不在这个里边啊？嗯。他似乎不在，我可以大概讲一下吧。就嗯我们实现这个即插即用的一个功能的话，主要是考虑到就是现在这个 agent 的一个框架，主流框架非常多嘛，无论是那个 Camel 也好，还是说 Crew AI 也好，大家可能都在自己的可能都会基于这些已经公开的一些平台，实现了自己的一些就是 agentic 的 workflow 嘛。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想要去用我们的框架集成的一些算法去做一个优化的话，原则上就跟其他的平台一样，你首先需要把你的整个 workflow 用他们框架的一个底层代码先去实现，实现完成之后，你才能够用他们的优化算法去做一个优化嘛。但是这个中间过程就会有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操作，就是你要去用他们的框架去复现你自己的整个 workflow。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些简单的 workflow 来说是没有问题，但万一你这个非常复杂的话，就可能会非常的耗时嘛。所以针对这个的话，我们就打算就是说，能不能够有一个就是即插即用的一个优化的一个功能，这样的话能够把我们平台就是集成的一些算法，然后就是可以当成一个额外的包，你直接 import 这个包，然后就能够实现优化你现有的一些工作流里面的一些性能嘛。这个主要是这为什么要开发这个功能的一个原因。然后我们调研了一下，就是目前我们框架集成的一些优化算法，主要就是包括一些对 workflows的 prompt，然后就是对它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优化。但我们发现就是对结构上的优化，如果你要实现这个即插即用的话，还是比较困难。所以目前我们是只做了这个针对提示词的一个即插即用的优化。因为提示词的话，它的优化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所以我们就打算就是针对这个 prompt 优化做了这个功能，然后我们是以这个把之前的那个 MiPro 这个算法，就是给它做了一个优化，使得它能够实现这种即插即用的一个提示词优化。目前的话，这个功能的话，大部分已经开发完，然后后续的话，我们可能会继续做一些测试，然后在不同的一个workflow 上面去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额外的一些问题。另外，大家如果感兴趣想用这个功能的话，也可以就是简单用一下，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及时反馈给我们嘛。除了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后续如果说打算继续整合一些就是提示词优化的一些算法的时候，我们也是打算利用类似的一个模块去模板去实现，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些所有提示词优化的一些算法都变成这种即插即用的一个模式。然后对于 workflow 的话，如果想要去优化 workflow 的一个结构的话，目前可能还是得用我们框架提供的一个 workflow graph 的一个设计去实现，然后才能实现这种结构上的一个优化。另外，如果大家对这种即插即用的结构优化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 idea 的话，也可以就是在 issues 里面提，或者是单独就联系我也可以，或联系思维也可以，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个共同的开发嘛。是不是因为这个 workflow 它一般是以一个 class 的这样一种形式去存在，但是这个 prompt 一般是它只是一个 parameter，所以说对 prompt 进行优化，它会比较容易实现。但是说如果是对这个整个 workflow 这个结构进行优化，涉及到你要呃
你要类似创建一个新的 class，这样子是不太好实现，是吧？对对对，就因为目前我们实现这个即插即用的提示词优化，其实本质上也是会有一个叫注册器的一个类，你会去用这个注册器的这个类，把你要优化的那个 prompt，就是注册成一个参数，然后我们那个算法里面就只会去优化这个你注册好的这个 prompt，其他的 prompt 的话应该就保持不变。嗯，OK。其实如果说对这个 workflow 结构进行优化，也可以考虑直接就是用代码生成的方式，我直接生成一个新的 PY 文件，对这个 workflow 这个结构进行优化。对，就因为其实对那个 workflow 结构的实现的话，它的实现种类有很多种，比如说像 long graph 那种，就是跟我们框架类似，也是定义节点，然后定义边嘛。但是你对一些其他的一些 workflow，他们有时候可能就是用一个代码层面上去去表示这个结构，这样的话就可能针对不同的一个你的实现方式，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优化方法，所以这个目前来说还是比较稍微复杂一点吧。嗯，OK。大家对这个即插即用的这么一个功能，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OK，这个本地模型部署就算了，这个没有太多的这个技术细节在里边。大家对于开发或者说我们接下来准备上线的一些功能，或者说你期待看到的一些功能，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建议？如果没有更多建议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再等几分钟看看有没有人提问哈。Chat 里边有吗？行，那不然景文，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可以啊。然后大家后续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私聊，就是这些开发的负责人，或者直接在 issues 里面留言吧。对，或者或者说说在这个微信群里边进行留言都可以的。基本上，基本上我们的 issues 解决的还是算快的，好像有的是一天就解决的，可能多的也不会超过2、3天。OK，行，那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参加我们的会议，好，拜拜。拜拜。